大年初三，亲戚们刚从家里离开，突然感觉的在剧烈的晃动。江胜让我蹲在桌子下，他直接冲出了门。不一会，听到隔壁传来了孙丽丽哭哭啼啼的声音，然后是江胜安慰她的声音。肚子突然传来一阵疼痛，大叫江胜的名字，想让他救救我们的孩子。老婆，丽丽她有幽闭恐惧症，我先把她送下去，我就来接你。说完，他抱起孙丽丽，直接下楼了。这时候，楼突然塌了，我被压在了废墟里。睁眼，我看到江胜一脸关心的脸，耳边传来了他关切的声音，一直在问我疼不疼，还难受不难受。手摸到了肚子，原本已经5个月的肚子，现在却变得平平的。扭头问他孩子去哪儿了，看我一下子变得这么激动，江胜安慰我，让我别太难过，孩子以后还会有的。一下子，我脑子里传来轰的一声，等了好久的孩子，怎么会没了呢？明明再过几个月我就能看到他了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一时无法接受，不停地拉着江胜的手，问他到底把孩子藏哪里了。可是他半天都不肯说话，看着他，我的眼睛发红。都是你，要不是你为了救那个女人，我的孩子怎么会死？说完，我拿起桌上的杯子，狠狠地朝着他砸了过去。杯子直接砸在了他的头上，血顺着他的额头流了下来。可是我觉得并不解气，继续拿起桌上的东西砸他。这时，突然有人冲了进来，看到江胜受伤了，心疼的让他去找护士包扎。讨人厌的声音传来，我才看到刚才进来的人是孙丽丽。看到我一脸激动，她挡在江胜面前，梨花带雨地说：“姐姐，我知道孩子没了你很难过，但是胜哥哥是无辜的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哥哥为了救我才变成了现在这样。”他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，让我更加恼火。既然他想挨打，我就顺了他的愿，啪，抬手直接给了他一巴掌。清脆的声音在病房里回荡。江胜没想到我会这样，看着孙丽丽脸上清晰的巴掌印，他眼里全是心疼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丽丽有什么错？她是无辜的。看着他满脸气愤地朝我吼着，一股委屈涌上心头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江胜根本没有理我，一把拉起孙丽丽，直接离开了。我一个人被留在了病房里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泪水喷涌而出，最后哭累了，我直接睡着了。朦朦胧胧间，感觉有人一把掀开了我的被子，紧接着肚子上传来了一阵痛感。睁开眼，看到江胜的父母站在床边，嘴里的爸妈还没喊出口，他们一脸严肃地看着我。你说说，你到底有什么用？我的大孙子都让你弄没了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子哎！说完就捂着脸开始假哭。没想到他们根本不关心我的死活，只关心肚子里的孩子。从我被救出来到现在，他们没有关心过我一句，上来就指责我没有把孩子保护好，肚子上的伤口又开始疼痛。爸妈，孩子没了不是我的错，都怪你们的好儿子为了救孙丽丽不顾我和孩子的死活。要不是……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他们就让我闭嘴。你别说了，我儿子和丽丽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就他怎么了？天经地义。倒是你已经是个妈妈了，怎么不保护好肚子里的孩子？听了他们的话，我一瞬间哑口无言。自打结婚以来，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，每次去看他们，我都买好多东西，甚至有的我都舍不得给我爸妈买。每次回家，我都包揽大大小小的家务，原以为这样真心可以换真心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给我好脸色。后来我怀孕了，他们这才开始对我有了一点点关心，眼看着孩子没了，又开始对我冷嘲热讽。我实在忍不下去了，对着他们大声喊道：“让他们滚出去！”他们俩听了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够了，你现在真的疯了！你打我就算了，现在对我爸妈也这样，孩子没了都很难过，你别矫情了。江胜听到动静冲进来，不了解情况，对着我一顿骂。他父母看到儿子来了，表情一秒变得很委屈，说自己命怎么那么苦，孙子没了，儿媳妇还这么厉害，一边哭一边抱怨。我在一边看着这场闹剧，心里无尽的悲凉。江胜瞪了我一眼，直接带他父母离开了。自这天起，
他好几天没有进我的病房，每次都是让护士把饭给我带进来，他就直接离开了。这几天我越发的没有胃口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我自己坐着轮椅去花园里晒了晒太阳。有一对年轻夫妻也坐在花园里，脸上看起来全是喜悦。男生满脸真诚地对着女生发誓，以后一定可以照顾好她和孩子。女生听完以后满脸的感动。这个情形我在半年前看过，主人公是我和江胜。知道怀孕以后，她也是这样抱着我，和我保证会永远对我好。可是现在看来，男人的誓言和母猪上树一样可笑。突然没心情晒太阳了，扭头回了病房。一回去就看到床边站了一个我不想看到的人。孙丽丽看我回来了，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我。哟，姐姐看起来这几天兴致不错嘛，看来已经忘记流产的难过了。用力咬了咬牙，躺回了床上，不想理会她。看我不搭理她，她更加张扬了，打开了带来的饭盒，塞到了我怀里。饭盒里装的是鸡汤，但是这个鸡却以特别奇怪的姿势躺在盒子里，看起来特别的诡异。看我一脸不悦的样子，他反倒笑了，很开心，然后凑到我耳边说：“当初孩子其实还能救，但是哥哥说一辈子照顾一个残疾小孩太辛苦了，让医生直接流掉了。对了，那个时候孩子就和这个鸡摆着一样的姿势。”我低头看着饭盒里的鸡，一下子想到了孩子，眼眶一瞬间就红了，对着他吼道：“不可能！不会的！”然后直接把汤洒了一地。孙丽丽被汤溅到，一直发出尖叫声。我爬下床抓着她，问她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看到我现在疯狂的样子，她也没了刚才的嚣张，反而是一脸害怕，不停地大喊着救救她。我狠狠地掐住她脖子质问她，眼看着她的脸变得青紫，我还是不肯松手。这时候有人匆匆跑了进来，一把推开了我。江胜不停地拍着孙丽丽，看她整个人不停地在大喘气，脖子上也都是青紫，准备抱起她直接去找医生。我一把抓住了她的裤腿，哭着问孙丽丽说：“孩子本来能活，是你让医生打掉的是吗？”江胜不停地注意着孙丽丽的伤势，根本没听到我的问题。这时候孙丽丽突然晕了过去，江胜整个人都异常的着急，留下一句随我怎么想，抱着孙丽丽去找医生了。护士听到动静过来了，看到我的裤子被血浸湿了，刚才江胜推我的力度很大，肚子上的伤口被扯开了，但是我却感受不到一点疼痛，因为心里的痛苦是伤口的数十倍。伤口裂开的很大，不一会裤子全染红了。等医生过来，我已经因为失血过多晕了过去。我看到了孩子，他不停地在朝我招手，还叫我妈妈。就在我准备拉住他的时候，他一把推开了我，说我是个坏妈妈，为什么不要他？然后我惊醒了，原来刚才只是在做梦，孩子已经没了。这几天每天以泪洗面，现在已经流不出一滴眼泪了。手机里大家都在庆祝新年，看着大家都这么幸福，我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堵得喘不过气来。突然孙丽丽新发了一张照片，里面孙丽丽挽着江胜，旁边还坐着江胜的父母，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在吃饭。配文写着：“正月15就要吃团圆饭。”他们那么亲密的样子，确实像是一家人。这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累了，这个世界没什么让我可留恋的了。自己办了出院，然后拨通了江胜的电话，那边一直没人接。最后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：“我在老地方等你。”打车去了之前我们经常一起遛弯的海边。今天是元宵节，大家都在这里放烟火，烟花照亮了他们的笑容，显得我更加落寞了。这个地方充斥了很多我们俩的回忆。之前谈恋爱没钱，每次都只能在海边吹吹海风。后来他忙工作，渐渐的也不怎么和我一起出来了。等了好几个小时，还是没人来。眼看着快要点了，大家都回家了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海风，抱有最后一丝幻想，给他打通了电话。通了好久，电话被人接了起来，
电话传来江胜醉醺醺的声音：“我在老地方等你，我们最后谈谈吧。”江胜听到我的声音，嘴里嘟嘟囔囔着让我滚，他没空。电话里安静了几秒钟，江胜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再见吧。说完，江胜只听到扑通一声，电话被挂断了。我看着掉在海里的手机，突然间我感觉看开了。在这里吹了几个小时的海风，把我的烦恼都吹走了。来的路上，我真的很想跳下去一了百了算了。但是我现在突然想到，我还有爱我的爸妈，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不爱我的男人放弃自己的生命？手机扔进海里，意味着我也要和过去说再见了。现在我还真要感谢江胜的父母，当初只办了婚礼，没有领结婚证，必须等我生下儿子才能领。现在省得我和江胜办离婚手续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直接打车到了车站，准备回老家看看爸爸妈妈。结婚年多，没有回过一次家。去年本来说和江胜一起回我家过年的，但是准备回去的时候，他妈妈说过年哪有去女方家过的，最后只能在他家过年。本来今年打算把爸爸妈妈接来这里过年，可是我和江胜提了好几次，他都含含糊糊的，最后还是老两口自己在家过的年。不过没关系，以后每年我都和他们在一起。2个小时以后，我到了老家，在楼下纠结了一会，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解释。当初和江胜结婚，他们就特别不同意，后来在我坚持之下，他们也只能顺着我。现在我这样回来，真怕他们担心。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了我一声，扭头正好和妈妈对视：“乖乖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快点上楼。”听到熟悉的小名，我差点流眼泪。在江胜那里，他们根本不会用这么亲昵的口气叫我名字。回家以后，马上到午饭时间了，他们老两口在厨房里忙碌了好一阵。我本想进去帮忙的，但是爸妈非不让我进厨房。过了好一会，他们端出来好多菜，都是我爱吃的，还有我最爱吃的肉汤圆。江胜是北方人，他们家过年吃饺子。我本来想买几个肉汤圆吃，但是他说不好吃，让我别买。最后我也没吃到这一口，咬了一口，眼泪这次真的忍不住了。怕他们担心，我只能把眼泪就着汤圆吃了下去。吃完饭以后，我们一家3口坐在电视前看电视，爸妈时不时用余光看我一眼。我知道他们内心肯定有很多问题，但是怕我难过都忍着。这时我先开口了，把要和江胜分开的事和他们说了。爸妈听完比我想象的要平静很多。好啊，正好回来继续当爸妈的乖女儿，我们又不是养不起你。这是我这段时间听过最暖心的一句话了。果然天底下没有比爸妈的女儿更幸福的了。每天一觉睡到自然醒，起来就有做好的饭菜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真想不明白，当初干嘛非要嫁到江胜家，每天给他们一家人做保姆，甚至到头来他们一家人都不念着我的好。这几天在爸妈的投喂下，我整个人都圆了一大圈。这天照镜子，看到里面的人，我都吓了一跳，怎么胖成了这个样子？我不能再继续躺着了，必须要找个事情做。自从结婚以后，我就没有出去工作过。江胜父母让我在家里好好照顾江胜，从做家务到做饭，他们都想让我亲力亲为。一开始只说让我照顾江胜，后来开始渐渐的让我照顾他们一家3口的起居。他们的口味都特别刁钻，只要稍微不合他们的口味，都会给我不痛快。后来我在网上学习做菜，久而久之，厨艺倒是拿得出手。本来我想做个美食博主的，但是江胜说做这个没前途，后来我也就搁浅了这个想法。现在我也没什么事，索性可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。吃饭的时候，把这个想法和爸妈说了，他们虽然不懂，但是却很支持我。下午就带我去商场买了相机，说不管我做什么，他们都支持我。有了他们的鼓励，我整个人动力十足，准备晚上就给他们好好露一手。回家我兴奋地研究了一下午相机，准备晚上就录个视频。这几年我自认为做的最拿手的菜就是猪蹄。江胜一家人口味那么刁钻，
对我做的猪蹄都赞不绝口，想必大家应该也会喜欢。虽然已经做了很多次，但是这次毕竟要录视频，我把详细的步骤都记了下来，终于开始录视频了。一开始我哆嗦的连话都说不明白，爸妈看我这么紧张，他们在旁边分散着我的注意力，终于整个人的状态放松多了。做猪蹄花费的时间很长，要炖一下午才能软烂。晚上猪蹄终于做好了，视频也拍完了，整个人筋疲力尽的，赶紧让爸妈尝尝我的手艺。从找他们就没让我干过家务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给他们做饭，期待着看着他们的表情。爸妈都咬了一大口，纷纷点头，说我做的比外面卖的要好吃，特别软。看他们吃的那么开心，我也拿了一块，刚放到嘴里，发现味道不对劲。爸妈，你们别吃了，怎么这么咸啊？家里的酱油和我之前用的牌子不一样，这个特别咸，我没控制好量，猪蹄失败了。但是爸妈还是把一整盘都吃了。吃完以后，他们坐在沙发上，一人灌了一大杯水。晚上我一个人回房间，又开始研究，总结了一下今天失败的原因，准备明天继续炖猪蹄。第二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专门出去买了猪蹄，还冲我买了各种调料。一大早，爸妈听着厨房的动静出来，问我在干嘛。看到我手里的猪蹄，他们又想到昨天的猪蹄了，让我换道菜做。他们已经不想吃猪蹄了，可是我想让他们品尝到我真正的手艺，不甘心的又重新做了一遍，也重新用相机录了一次。这次出锅前，我先品尝了一下，吃完以后，我点了点头，就是这个味儿。中午吃饭，爸妈看到又是猪蹄，两个人面露难色。我一再和他们保证，这次肯定好吃，他们这才拿起了筷子。等他们放进嘴里，眉头一下子舒展了，我心里这才安心了不少。今天晚上我一口没动，他们俩人直接光盘了，最后挺着肚子对着我竖了个大拇指。看着爸妈吃得那么开心，我觉得很幸福。晚上我回房间开始剪视频，平常看到大家拍的视频觉得很容易，没想到轮到自己剪竟然这么复杂。因为做菜时间长，我的视频素材也特别大，挑选素材就用了我2个小时。然后我开始粗剪了一下，怎么都剪不成我想要的样子，整个视频看起来特别的没有条理，甚至乱七八糟的，让人看起来根本没有看下去的欲望。已经半夜了，我看着自己的成果，狂躁的挠挠头。我在想，是不是真的像江胜说的，我就是什么也干不好？很快我就摇摇头，我上网开始找剪辑的教程。大半夜，我正好刷到了一个同城剪辑大神在直播，没想到半夜都还有这么多和我一样的人在学习剪辑，一下子我的学习热情被点燃了。大神突然说可以抽一个幸运观众，他帮忙剪辑一个视频，大家都特别积极的报名。我也不停地刷着评论，看着这么多人，我以为自己不会有希望的，没想到我看到自己被抽中了。紧接着他就给我发了私信，让我加他的微信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我赶紧加了他的微信，打了招呼以后，我直接把素材发了过去，想着也很晚了，我就睡了。没想到第二天刚起床就已经收到了他剪好的视频，果然大神的效率就是很高。点开看了一下，果然专业的人剪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，表达了感谢。这时候他突然说话了：“你做的猪蹄看起来好香，能卖我一份吗？”他帮我这么大个忙，不就是一个猪蹄吗？我直接说送他一份，他非不肯，坚持给我发了红包，还有地址。发布视频以后，我又给他做了一锅猪蹄，看了眼他的地址，竟然就在我家附近。下午我带着打包好的猪蹄去找了大神，敲开他的门，看到面前的人特别眼熟，徐州城，有点不确定地喊了一声。他笑了笑看着我：“昨天我剪视频的时候就认出你了，老同学，好久不见。”没想到网上的剪辑大神竟然是我的高中同学，这个世界真的太小了。把饭盒递给他，和他说以后如果想吃随时联系我，
简单寒暄了几句，我就回家了。上午发的视频，浏览量一般般，我心里有点小小的失落。虽然我也知道做博主不可能一天就红，但是心里还是有些小小的失落。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，突然视频播放量多了起来，还有一些人给我留言，说大神说我做的很好吃，问我卖不卖猪蹄。我一脸懵，点开评论一看，原来徐州城发了一条视频说我做的猪蹄好吃，最后还要了我的账号。他有几十万粉丝，看到以后大家都来我评论区下面留言，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，问他怎么回事。我真的觉得你做的很好吃，好吃的东西应该让大家都吃到。听完他说的话，我愣了一下。这些年我已经很少听到有人夸奖我了，除了爸妈之前经常夸我，后来和江胜结婚以后，他对我的付出几乎当作理所应当。每次做饭他都是默默地吃完，根本不会考虑我的心情。现在竟然有人这样夸我，心里有些触动。晚上和爸妈商量了一下，他们说如果我想做一定支持我。想了一晚上，我决定开个网店卖猪蹄，上网查了一下需要的相关证件，然后跑了几天，终于把证都办齐了。这2天，我的账号里每天都有很多粉丝来问我到底卖不卖猪蹄。拿着证件，我发了条视频，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做的猪蹄，我现在开了一家网店，晚上回去就上链接，大家纷纷在下面评论，让我快点上链接。研究了一下，我终于把链接挂上了，然后马不停蹄地开始做猪蹄。本以为应该没有太多订单，我一个人也能做，没想到不一会就下了几十单，这么大的量我一个人肯定做不完，赶紧先把链接下了，然后让爸妈帮我一起做猪蹄。几十个猪蹄特别不好做，一定要把握好火候，这样才好吃。这几天我每天一睁眼就在做猪蹄，累了几天，终于把订单都发货了。没想到开个小店这么累，我这才做了几天，整个人都腰酸背痛的。刚想打算休息一下，我收到了粉丝的好评，已经有粉丝收到我做的猪蹄了，说特别好吃，让我赶紧上链接，他还要多买几个。看着大家这么喜欢吃，我虽然累，心里也特别开心。这天爸妈出去买材料，白天都没回家，我心里觉得不对劲，去楼下看了看，发现江胜正跪在地上，不停地拉扯着爸妈。眼看着周围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，我赶紧上去拉开他们，一眼都不想看江胜，拉着爸妈准备回家。可是他直接一把抱着我，死死的不肯撒手。看到邻居们都看着，怕影响不好，我最后只能把他带回了家里。老婆，我以为你死了，警察在海里打捞了好几天都没有发现你，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过的。他可怜兮兮地拉着我的手，不停地说着自己有多么委屈。看着他一脸着急的样子，我根本不想知道他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，只觉得很烦躁。抽回他拉着的手，我确实已经死过一次了。地震那天，你抛下我和孩子去救了孙丽丽，那天我就已经死了。冷冷看了他一眼，开门让他离开，可是他不肯离开，像个无赖一样直接躺地下不走了。爸爸看他这样，一气之下想把他拽出去，可是爸爸年纪大了，根本没有江胜那么大的力气。我直接掏出手机打了110，警察不一会就来了。这里有人闹事是吗？江胜看到警察，一下子整个人都安分了。我指着他说，警察就是这个人随便闯进我家。警察听完准备把他带走，可是他不停地挣扎，说他是我老公。好啊，你说和我结婚了是吧？你拿出来结婚证啊！江胜听了我的话，表情一下子怔住了，低声说了一句没有。警察听到直接把他带走了。他一直和警察说明情况，说他和我就是夫妻，所幸警察也不想听了，直接把他带走了。被江胜耽误了一上午时间，我又打起精神继续做猪蹄，忙忙碌碌到半夜，终于做了一半的订单，实在是熬不动了。我准备休息，我又梦到了江胜，他摸着我的肚子听孩子的胎动，
然后一转眼又回到了地震那天。他抛下我抱着孙丽丽背影，一下子我就被惊醒了，怎么也睡不着了。看了一眼外面天刚亮，我爬起来准备去外面晨跑一下。刚跑到小区门口，碰到了徐州成。我问他一大早干嘛去，他说也要去晨跑。我们就一起在小区门口跑了跑，出了点汗，感觉思绪不那么乱了。在我这里和江胜的事情已经翻篇了，没想过他还会来找我，一下子让我有些烦恼。晨跑完，徐州成说有一家早餐特别好吃，正好我也饿了，和他一起去吃早餐。看店面特别小，排队的人却特别多。这家店的早餐只有一种，就是豆浆油条，点了一份，喝到嘴里确实很不一样，是很老式的味道，豆香味特别重，油条泡里面特别好吃。吃了饭，我们又溜达了一会。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徐州成突然问了我一句。没事，都是以前的一些事儿，不过我现在已经处理好了，快到小区门口了。我准备和他再见，一个人突然冲了过来，提着徐州成的衣领，问他是谁。事发突然，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看到江胜已经被徐州成摁在地上了。之前好像听他说练过几年散打，看着现在江胜在他手下不能动弹的样子，十分滑稽。你和我分开就是为了这个野男人是不是？你们都住一起了是吗？亏我还这么远跑来你家和你道歉。呸！徐州成听不下去了，狠狠地掰了一下他的手指头。江胜疼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，大喊着放开他。江胜，你有完没完？你这刚被放出来又想进去是吧？江胜听完我这样说，不屑地笑了，说我就是个朝三暮四的女人，还说徐州成竟然要他睡过女人。徐州成看他还在骂骂咧咧，直接骑在他身上，狠狠地打了他几拳。一开始江胜还叫唤几声，后来特的声音越来越小。我怕出人命，赶紧拉他徐州成，检查了一下江胜的伤口，确定不会出事，我们离开了。自从上次江胜被徐州成收拾一顿以后，他这几天都没来找我的麻烦。这天我继续做猪蹄，可是突然爸妈大叫了一声，怎么店铺被封了？我赶紧过去看情况，发现店铺真的被封了，有点不明所以，赶紧看了一眼我的账号，发现有好多条私信，有个人发视频说我用的猪蹄不干净，他吃了浑身难受，所以好多人都退单了，平台也把我的店铺封了。事发突然，爸妈在旁边也很着急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但是怕他们担心，我只能故作镇定说没事。又看了一眼那个视频，里面的声音虽然经过了处理，但是我越听越熟悉，好像是江胜。想到这里，我穿上衣服准备去找他。原本以为他也算是个男人，我们俩的事儿也就算结束了，没想到他竟然用这种方法恶心我。气冲冲地准备去找他，没想到在小区门口碰到了徐州成。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很多粉丝也去讨伐他了。毕竟是他发视频推荐了我的猪蹄，粉丝现在对他意见也很大，因此也掉了很多粉丝。听完以后，我觉得对他很抱歉，因为江胜把他也牵扯了进来。看我一脸抱歉的样子，他安慰我说没关系，他相信我。最后他问我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，犹豫了一下，把我和江胜的事告诉了他。没想到他听完，整个人比我还要激动，说江胜一点也不像个男人，还说要给我报仇。说完要拉着我去找他，问我他现在在哪儿。这一问让我也有点懵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，只能给他打电话。这个电话我早就烂熟于心，在拨号键上停留了很久。徐州成看我这么为难的样子，他一把抢过手机拨了出去。没一会，电话接通了，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之前每次听到他的声音，我会开心很久，但是现在听到他声音，心里竟然掀不起一点波澜。我抢过手机，你造谣我猪蹄，现在让我关门了。江胜，你真不是个男人。听我说完这话，他直接笑了，说只要我不和他回去，他就要一直在网上诋毁我。说完他直接挂断了。
不一会，他又在网上发了新视频，说我和徐州成一起威胁他，让他删除视频。大家最不喜欢大博主网暴普通人了。这个视频一出，直接上了热门。徐州成从视频里看出江胜的大概位置，开车带我过去了。到了以后，看到江胜一个人正开心地欣赏刚发的视频呢，我直接走到他面前，给了他一巴掌。他一下子被打懵了，捂着脸，然后准备骂人的时候，一下子看到了旁边的徐州成。上次打他脸上的伤还没好，他这次收敛了许多。我警告你们，你们要是再打我，我就直播和大家说你们殴打素人，我要让你们永远不能吃互联网这碗饭。听到这儿，徐州成又想上去揍他，被我拦住了。我打算和他单独谈谈。徐州成本来想陪着我，怕江胜做什么过激的事儿，最后我一再坚持，才让他出去了。两个人独处一个空间，上次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儿了，空气十分安静。我先开口了：江胜，我和你在一起的这几年，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，甚至我把你爸妈都照顾得很好。可是我得到了什么？孩子没了。甚至你在地震那一刻，首先想救的都不是我。他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一瞬间惊讶过后，他还想和我解释：你不是说爱我吗？我也是爱你的。孩子我都说过了，你想要的话，我们再生一个。结婚证爸妈说了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明天就可以领。直到现在，他还觉得一张结婚证是给我的莫大的荣耀，真是可笑。江胜，我一直以为爱是双向付出的，现在我才知道，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人在付出。现在我累了，看在以前我对你们一家那么好的份上，放过我吧。说完，我直接关门离开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和徐州成又郑重其事地说了抱歉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也不会让他掉那么多粉丝。他倒是一脸不在意的样子，还帮我想应该怎么办。最后他帮我想了一套解决方法。首先，先把我的一系列证件给大家看一下，紧接着再录一个我做猪蹄的视频，从前期的选料到最后做的步骤都录上，让大家看到我用的都是好食材。现在只需要的就是等待，看看大家对我的视频态度如何。这一天，我的心里都七上八下的，根本不敢点开视频看大家对我的评论，害怕大家还是不相信我。晚上，徐州成给我打电话说江胜把污蔑我的视频都删了，还发了道歉信，说之前都是他在诽谤我。看完以后，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终于结束了，我和江胜的事儿终于翻篇了，店铺也解封了。好多粉丝看到了澄清视频，都在我的视频下面挺我，评论一直都相信我。他们特别喜欢我做的猪蹄，让我赶紧把猪蹄上链接。好几天没吃到猪蹄，特别怀念。经过这一次，没想到我还因此涨了不少粉丝，订单也一下子爆单了。现在这个订单量，靠我和爸妈是远远完不成了。我打算出去找工厂合作一下。为了让大家放心，我找了很多家，最后终于定了一家。老板看着特别实在，我和他合作很放心。签合同以后，我给徐州成打了个电话，准备庆祝一下。自从我开始做视频开始，他帮了我很多，一直没机会能好好感谢他。现在终于有机会了，选了一家比较高档的餐厅。本以为他会点一些高级的菜，没想到他只点了个猪蹄。我还纳闷，最近给他送了很多猪蹄，他竟然出来还吃猪蹄。他只是点点头说就喜欢吃猪蹄。菜上来了，只有半个猪蹄，但是却是我卖的倍价格。他拿起刚吃了一口，就和我低声说了一句：根本没你做的好吃。听完以后，我们俩相视一笑，端起酒杯，我敬了他一杯。谢谢你，老同学，要不是你，我根本不会这么顺利的开店。以后你的猪蹄我都包了。他一听到猪蹄，直接两眼放光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然后又端起一杯酒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我被他这样的眼神盯着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希望我们以后的生活能一切顺利。我和他相视一笑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故事。我推开门，看着老公和别的女人躺在床上，他吓得赶紧穿上了衣服。
我苦涩地问她：“你在楼上乱搞女人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就在楼下坐月子？这里不是洗脚城，这里是月子中心，宝妈们在楼下照顾孩子，楼上却是一场肮脏的盛宴。”老公还没来得及解释，那女人脸色直接白了。她见我站在门口，慌忙地朝我冲来。我不敢和她对峙，因为我才生完孩子，她只是出来卖的。我不想跟她起冲突，我正想让开，结果她太着急了，狠狠推了我一下。我刚生完孩子，本来就站不稳，被她推得摔倒在地。我摔在地上，肚子和双腿传来一阵剧痛，痛得我两眼发黑，差点就昏了过去。这才是恶露的第5天，我生孩子有撕裂，缝了10几针，而那女人已经着急地大喊起来。不过多久，我就看见一个房间被打开，有几个男人走出了小房间。他们第一件事就是把楼道门给关上了，唯一的出口被堵死。我眼看着他们气势汹汹朝我走来，我情急之下连报警的时间都没有，我只能马上给闺蜜发了个语音消息：“救命！”老公连忙挡在了我前面，说我是他老婆，不要乱来。领头的男人说：“兄弟，她是你老婆，但这件事你别管。今天要是让她就这么走了，你信不信她告到你倾家荡产？”老公愣了，他回过头，呆呆地看着我。这一刻，老公下定决心，让开了道路。他们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，还有人捂住了我的嘴，把我往房间里拖。地上是拖行我带出的一片血迹，房门被关上了。就是这个房间里，我老公刚才和别的女人躺在床上，而现在我被2个社会男子被困在这里。他们一个有纹身，特别壮，就是领头的，还有一个染着黄毛的。他锁了门，很紧张地问那个纹身男：“大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”老公就站在旁边，有些紧张地说：“别动手啊，我老婆应该不会揭发你们的。”那领头的纹身男蹲在我面前，他问：“你报警了没？”我使劲摇头，我怎么可能报警？我一开始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是干嘛的。纹身男又问我：“月子中心的服务区域就3层楼，你上4楼干什么？”我说我晚上想用手机看电影，又怕吵着宝宝，就带了无线耳机。但是无线耳机已自动连接，这款耳机只有我和老公连接过。我以为老公已经来了，可迟迟等不到他进屋。我给他打电话又不接，偏偏每次我打电话的时候，耳机里都有他的手机铃声。我更确信了他就在我附近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在附近待半小时也不找我，我就出来找他。听到我的解释，老公脸色苍白，那纹身男皱着眉，转头恶狠狠瞪了我老公一眼。所以你靠着蓝牙效果越强，老公越近的办法找到这里了是吧？我点点头。我就住在3楼，一下2楼蓝牙就断掉，3楼又是宝妈们的单间，那他只能是在4楼了。4楼不属于月子中心区域，电梯不到达，只能走安全通道的楼梯上来。我在走廊上听见我老公在喘，当我推开门，那恶心的喘息让我反胃，让我想吐。纹身男认真地和我说：“你们夫妻间的事情，我不想掺和，但现在你已经看到了，我也不会让你走。先把手机交出来。”他在说话的同时，已经直接从我身上抢走了手机。我有些紧张，如果我一开始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为了我的安全，我绝对不会过来。可谁能想得到，这种东西就开在月子中心的楼上。我已经什么都明白了。在我们入住月子中心的时候，会填写一份表格，上面要求宝妈宝爸的电话都要填写，是月子中心在我们最虚弱的时候出卖了这份资料。纹身男翻找着我的聊天记录，他警惕地问我：“你刚才那声救命是对谁喊的？”我连忙说：“对我老公喊的。”他不太相信我，把我的微信短信还有通话记录都看了，连 QQ 也没放过。我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。我刚才情急之下撒谎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根本不是想看电影，而是想刷抖音。我和闺蜜有续火花的习惯，刚才我是在抖音私信给闺蜜喊了救命，我就撒谎是想看电影。
我很怕闺蜜这时候回我消息，因为我没有关通知提醒。幸好她没回我，平时秒回我的闺蜜，在我喊出救命后，她沉默了，一个消息都没给我发。我小声说：“我不会给你们惹事，让我走好不好？我肚子好痛。”纹身男摇摇头：“你觉得我像脑瘫吗？”老公凑上来，搭着那纹身男的肩膀说：“兄弟，算了，给我个面子。”他话刚说完，纹身男就抬起手，狠狠一耳光刮在了他的脸上。那耳光力道之大，让老公整个人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纹身男冷冷地说：“你也配有面子吗？消费的时候叫你一声老总，你还当真了是吧？现在你算个什么东西？”老公捂着脸，然后惊恐地发抖。他不只是发抖，我看见他还吓哭了。此时此刻，我只觉得全天下所有恶心的词拿来描绘他，都不足以表达我对他的恨意。那个黄毛小弟忽然对我说：“我劝你不要找事，你家宝宝就在楼下，你的家庭地址我们也知道。”我一个劲的点头，我不想惹麻烦，我只想平平安安下去找我的孩子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然而，纹身男却打断了黄毛小弟的话：“你没长脑子啊？这女人能信吗？”黄毛小弟愣住了，他疑惑地问：“大哥，我们连他家地址都有，不能让他走吗？”纹身男没好气地骂了起来：“做事带点脑子！你觉得他能闭嘴吗？他回去想起诉离婚争家产，他怎么跟法庭说？牵扯到几十万家产的事。”黄毛小弟恍然大悟，连忙问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纹身男沉思许久，最后跟我说：“事情是你老公没脑子引起的，我帮你们分家产，他敢不给钱，我就打到他给钱，你再转给自己娘家保管，到时候他闹上法庭也一定会败诉，而且还会丢光脸面，他就不敢跟你起诉，没问题吧？”我说：“没问题。”我没想到纹身男会帮我，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将我推向了绝望。他说：“那你把衣服脱了，我拍点照片当保障。”我睁大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下意识捂住了自己的衣服。我说：“不行，我可以给你钱当保证金，等以后你们搬走了，你再还给我。”纹身男一把抓住了我的衣服，他摇头说：“我不是傻子，无论你给我多少钱，只要你报警，我就完了。但我们有月子中心所有宝爸的电话，甚至还有你公公的电话，你敢出卖我，每一个人都会收到你的照片。”我死死地抓着自己衣服不肯松手，如果被这种人拍了照片，我才是一辈子都完了。纹身男见我不肯配合，很粗鲁地把我摁住，那黄毛小弟也扑上来，帮忙一起扯我的衣服。我躺在冰冷的地上，月子期本来就不能受凉，那冰冷的地板寒冷刺骨，我的肚子越来越痛，我不断挣扎，血迹开始蔓延。我说不清那是恶露还是真的伤口破裂了。黄毛小弟骂了句真恶心，我的心都要崩溃了，好痛啊！我本来就痛得要命，我还要忍受这样的屈辱。那纹身男急了，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，将我的脑袋狠狠在地上砸了2下。我一手捂着头，一手抱着肚子，哪里都好痛。我想反抗，可我根本没有什么力气。老公就待在旁边看这一切发生。我不指望这个男人能帮上忙，可他依然突破了我的3关下线。趁我有难的时候，他竟然马上爬起来，惊慌地朝着门外逃跑。他抓住了门把手，可大门被反锁了。无论他怎么捣过那把锁，防盗门就是无法打开。纹身男瞥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外面用钥匙反锁了，你走不掉。”老公急坏了，那门旁边有小鞋柜。他似乎是想硬气一把，忽然举起了鞋柜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爸妈挣钱也不容易，你不让我走，那你就是打死我，也别想我认怂。”我躺在地上，看着那歇斯底里的老公，果然，他想逃跑不是为了报警，他知道自己完了，他想趁机赶紧回去，转移所有的财产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哪怕这灾难是他自己带来的，他也不想承担责任。一个趁着老婆在3楼坐月子，跑去4楼乱搞的男人，
他能有什么责任心？眼看老公拿着鞋柜表现得歇斯底里，纹身男也怒了，他放开了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刀，恶狠狠地走向老公。你想吓唬老子是吧？来，今天你砸我一下，我捅你一刀，我们看看谁死。黄毛小弟也是顾不上我了，他举起了旁边的床头柜，直接狠狠砸向了老公。老公吓得抬起一只脚，全身一跳，发出了娘炮一样的害怕尖叫。他躲开了，床头柜在他身后的防盗门轰隆一下砸碎，但纹身男已经把刀对准了他。原本还表现出凶恶气势的老公，顿时面无血色，他浑身哆嗦，举着鞋柜的双手在颤抖。兴许是太害怕了，他连鞋柜都抓不稳，那鞋柜掉在了他自己的脑袋上，而他双腿一软，无力地跪在了地上。老公惊慌地伸出手，害怕又缓慢地握住了纹身男的胳膊，颤抖着说：“兄弟，有话好说，我错了，我不跟你狂了。”纹身男不耐烦地抬起手，狠狠一耳光刮在了他的脸上。他挨了耳光，还在死皮赖脸地抱着胳膊：“我该打你，不要冲动，你有气你就打我，不要动刀子，现在没有人顾得上我。”我整理好衣服，艰难地爬起身，看向了窗户。大门被堵住了没错，但是窗户没有被堵住。我扑到了窗户边，一见到我的举动，黄毛小弟和老公都吓傻了。黄毛小弟连忙说：“哥，他要跳楼。”我打开窗户，半个身体已经探出了窗外。纹身男冷冷地说：“跳，有种就跳，别以为老子是吓大的。”我忍着痛爬上了窗台，回头看着跪在地上的老公，我咬牙切齿：今天我要是能活着，我要你付出千倍万倍的代价；我要是死了，做鬼都不放过你。纹身男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：“别在这吓唬人了，楼下就是你小孩，你舍得去死吗？”我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每一次喘气，我肚子都疼得厉害。楼下就是我的宝宝，我刚成为一个妈妈，第一次喂奶之后，妈妈和孩子的心就被系上了纽带。宝宝有个这样的爹，我怎么舍得去死？月子中心为了安静，是面向湖泊的，对面没有居民楼，只有一个大湖泊，没有人会发现我的情况。我站在这里，就算大声呼喊，很快也会被他们拖进去。我艰难地用双手扒住窗台，把双腿往下探。我本来就不是想跳楼，我还记得3楼就是宝妈们的房间。我扒拉着窗户，忍痛用脚去踢楼下的窗户。我用尽全力，楼下窗户发出啪的一声巨响，同时还传出了女人的尖叫。我知道楼下的人一定注意到我了。纹身男脸色大变，他惊慌地朝我冲来。不好，他不是想跳楼，窗户玻璃刺破了我的腿，深深扎进了我的肉里。我痛得差点抓不住窗台。此时纹身男已经抓住了我的双手，把我往楼上拖。我惊慌地喊着救命，因为我知道楼下有人。那个人已经看见了我的情况，但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感觉到我的双腿正在被人往上推。我低头一看，却傻眼了。楼下的人不是宝妈，而是月子中心的销售主管。我认识他，在我来选月子中心的时候，就是他一口一个妹妹，温柔地带领我签署了合同，也是他一定要我老公也留下电话号码。他粗暴又烦躁地从窗户推出我的腿，配合着纹身男一起把我往上抬。纹身男对他说：“楼下没客人吧？”那销售主管说：“我一听楼上有事，马上把这几个房间的宝妈哄走了，就怕被人听见。幸好我来得快。”这一刻，我万念俱灰，我死死扒拉着窗台，不肯被拖上去，努力把身体往下压。现在我的腿在3楼里面，我还是有机会掉进3楼的。我以为楼下就是一个销售主管，不可能比2个社会男子还可怕，但我低估了这女人的狠毒。她见我就是不肯上去，她急了，竟然一把拿起个玻璃碎片，狠狠地扎在了我的腿上。我痛得惨叫一声，可她却癫狂地用玻璃疯狂刺我，一边刺一边焦急地骂：“上去呀，你快点上去呀！”我的双腿渐渐使不上力气，纹身男和黄毛小弟同时一起扯我，
轻而易举地将我往楼上扯，眼看他们两个都将精力花在我身上。老公可能是觉得自己机会来了，连忙再次举起了鞋柜。纹身男回过头，恶狠狠瞪了他一眼，他吓得放下了鞋柜，又连忙跪了，惊慌地说：“我不敢了，你们弄他，不要弄我。”我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两个男人又扯了回去，情绪崩溃之下，我甚至想着不如死吧，我从这里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可想到我的宝宝才刚出生，我怎么忍心把孩子交给这样的一个父亲？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跳下去的时候，我看见楼下的街道远处开来了一辆我很熟悉的车，那是一辆50红光小卡车，也是我闺蜜家拉货的车。那卡车后面本来是用来拉货的，可现在上面坐满了强壮的大老爷们，每个人都握着钢管，虎视眈眈地看向了我。闺蜜从副驾驶探出头看向我，一见到我的情景，她惊得用手指向了我，但是下一秒，卡车已经拐进了路口，看不见了。她以前来看我和宝宝的时候，我和她说过，一旦到了晚上，月子中心的正门会上锁，要从侧门进来。正好在这时，我摔在了4楼的地板上。纹身男气疯了，他抬起脚，狠狠踹在了我的头上，对我怒吼：“你他妈是真找死啊！”我倒在地上，他气急败坏之下，竟然一下又一下地踢我肚子。我护住自己的肚子，疼得全身都在抽搐。纹身男满脸狰狞踹着我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“你不让老子好过，老子也不让你好过！”把他衣服扒了。黄毛小弟急忙上手，而纹身男又转过头，对我老公怒吼：“你也来帮忙！”老公跪在地上，有些紧张地看着我们，但是不敢动。纹身男烦了，他又掏出了刀子。老公怂得急忙爬向了我，哭着大叫：“别动刀子，我来吧！”他抓住了我的衣服，用力地往下扯。我死死抓着自己的衣服，不让他们得逞。老公急死了，他竟然也抬起手扇了我一耳光，哭着说：“他都动刀子了，你配合一点吧，你是要害死我们2个人呐！”我看着他那吓哭的脸，我恨透了他，我恨不得扒他的皮，喝他的血。以前看他是个知识分子，觉得他斯斯文文的，想不到他好色诱人怂，在外人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，在自己老婆面前却百般恶心。我虚弱地说：“我闺蜜带人来了，你们马上放了我。”“你吓唬谁呢？”纹身男往外看了看，他冷冷地说：“外面连个鬼影都没有，你闺蜜在哪呢？”我捂着肚子，每一次呼吸都好痛。我无力地说：“她就在楼下，很快就上来。”纹身男却笃定了我就是在吓唬他。他冷冷地说：“本来事情可以很简单，拍几张照就放你走了。你都是当妈的人了，你装什么纯呢？”老公还在着急地扒我衣服，可我就是紧紧地抓住自己衣服，不让他得逞。纹身男不耐烦了，一拳砸在了老公的脑袋上。他挨打以后不敢对纹身男还手，握起拳头直接砸在了我的脸上。他情绪崩溃了，他一边用拳头砸我的脸，一边歇斯底里的哭叫：“我们惹不起他们的，你不要装纯了，你以前不是给我拍过吗？”拳头打在我的脸上，我的鼻血都流出来了，我眼冒金星，只觉得一阵阵耳鸣。但这个时候，老公仿佛想起了什么，他激动地说：“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他的照片，他以前给我拍过。”纹身男不耐烦地说：“早点不会给我呀，闹这么多麻烦。”老公推开了我，任由我虚弱地倒在地上。他仿佛邀功一样，激动地翻阅自己的聊天记录给那2个男人。我看着这耻辱的一幕，一种想死的情绪在我的心里蔓延。那黄毛小弟和纹身男仔仔细细看着我以前给老公发的那些图。当初他出差，对我又撒娇又耍赖，说一个人在外面好孤单，要我拍一些照片给他。我架不住他的恳求，我才拍了。谁能想得到，那些我曾经对他的爱，今天却成为了羞辱我的利剑。他们2人越看越皱眉，老公还没察觉到他们的脸色，一副激动的样子说：“可以了吧？我不会有事了吧？”黄毛小弟说：“全都没用，你老婆倒是没你这么笨，
就这些尺度大的照片，没有一张是露脸的。这些露脸的照片，也没有一张是尺度大的。老公愣了，他着急地翻着聊天记录，但无论他怎么翻，都没有他们想要的那种图片。他惊慌地说：“不可能啊，怎么会连一张露脸大尺度的都没有？”纹身男冷笑：“白痴，当初你老婆拍照的时候，就一直在防备你。”老公看向我，呆呆地说：“是真的吗？原来你很早以前就在防备我吗？我本来还觉得亏欠你，可你其实也一直没把我当丈夫，是吗？”我往地上吐出一口血水，我挤出笑容，和他说：“1分钟后你会被打断第3条腿。”我话音刚落，门外忽然响起了轰的一声巨响，突如其来的动静把房间里的人都吓了一跳。老公浑身哆嗦，纹身男警惕地看着防盗门，忽然喊了一声：“查查，是你在外面吗？”外面没有回应，但是很快，一个女人凄厉的惨叫声就响了起来，叫得跟杀猪一样尖锐。那大喊声我有印象，就是一开始老公玩的那个女人。她跑出去大喊大叫的时候，声音就是这样的，但没有现在这么凄惨。纹身男紧张起来了，他走到门口，想透过猫眼往外面看。黄毛小弟连忙拿出手机，着急地说：“哥，我现在就叫人过来，我先反锁。”查查身上有钥匙，一切就仿佛是为了验证纹身男的猜想。大门很快就被插入了钥匙，纹身男赶紧从里面倒锁了。防盗门就是这样，钥匙反锁，里面的人打不开门；里面反锁，外面的人打不开门。老公惊慌地叫了起来：“怎么办呢？这下怎么办呢？”她闺蜜脑子疯的，会弄死我的。纹身男烦了，他一脚踹翻了老公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叫你妈！”黄毛小弟打了个电话，连忙跟纹身男说：“大哥，他们马上过来，10分钟内就到。”纹身男点点头，他冷声和我说：“我这边10分钟就来人。”你还真叫你闺蜜来了，不过我告诉你，你这是害了别人。黄毛小弟听着那轰轰的踹门声，紧张地说：“大哥，这门挡得住吧？”纹身男没好气地说：“这是防盗门，他就算找个开锁师傅也要半小时吧？他就算报警，10分钟也来不及到吧？”就在这时，一道刺耳的声音忽然响起了，那是机械的刺耳声。防盗门忽然爆发出了火花，开始嗡嗡震动。当一个铁片刺穿了防盗门，发出爆裂火星的时候，他们全都傻眼了。那是切割机，不需要开锁师傅。我闺蜜直接把货车上的切割机拿来了。他们眼里的厚重防线，在切割机的威力下变得不堪一击。随着防盗门被推开，门外地狱般的惨状映入眼帘。闺蜜冰冷地站在门口，那叫查查的女人就跪在她身边。女人满脸是血，痛苦地张嘴惨叫。她张开嘴，可嘴里连一颗完整的牙都没有，那些牙齿都在地上，和血液混合在一起。10几个强壮的大老爷们站在闺蜜身后，他们握着滴血的钢管，满脸冰冷地走进了房间。当他们踏入门槛的这一刻，整个房间都寂静了。纹身男紧张了，他握着弹簧刀，摆出凶狠的样子说：“谁敢过来，老子捅死谁！大不了你一棍，我一刀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”刚才吓傻了老公的话术，却没有吓到我闺蜜。她一把提起那始终不敢被砸出来的鞋柜，冲进了房间，狠狠砸向了纹身男。他眼睛血红，口中怒吼：“好啊，那就同归于尽！”混乱血腥的战斗在一瞬间爆发了。他带来的那些汉子们拿起钢管就朝着纹身男和黄毛小弟的脑袋上砸。这纹身男是真的敢捅刀子，他迎着这么多钢管挨打，将弹簧刀朝着我闺蜜的胸口去刺。我本来以为我闺蜜会躲，但她没有。她怒了，竟然用双手直接抓住了弹簧刀，鲜血顺着她的指缝流出。她握着刀，睚眦欲裂的怒吼：“来呀！”纹身男努力想拔回刀，却被闺蜜死死地抓着刀刃。那数不清的钢管一次次砸在她的脑袋上，她终于晕头转向，无力地跪在了地上。闺蜜夺过刀，甩了甩手上的血，她瞥了纹身男一眼，
然后赶紧来到了我的身边。一见到我的情况，闺蜜没忍住落泪，她擦着眼泪说：“怎么就搞成这样了？我现在就给你叫救护车。”我问：“你怎么不报警，自己带人来？”闺蜜说：“你说你老公在附近又不接电话，又对我喊救命，我以为他偷腥呢，就带人来捉奸，谁知道出了这种事。姐们，你怎么就被整成这样了？我要是知道超出了偷腥的范围，我早就报警了。”旁边一个汉子忍不住问：“要不要直接用我们的车送他去医院？”闺蜜摇头：“货车是拉货的，上面都是铁锈，怎么能拿来运他？”等救护车来，一声尖叫响起，原来是那叫查查的女人已经被拖着头发扯进了房间。我虚弱地说：“楼下还有一个接待我的销售主管，你之前来看我的时候，就是他带你上楼的。”闺蜜点头：“在门外呢。”啊！我没反应过来，就看见那销售主管也被抓着头发拖进了屋里。闺蜜说：“刚才我要带人上来，他挡着门死活不让进，说不让我打扰宝妈们休息。我看着觉得不对劲，就把他也带上来了。”我松了口气，一个都没跑掉。刚才还耀武扬威的纹身男，现在只能疲惫地倒在地上，对那销售主管说：“月月，报警。”听他们的化名称呼，就知道这群人一定是个团队。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。这群社会上的人渣，他们在伤害别人的时候毫不犹豫，根本不考虑法律。可当一切转换过来了，变成他们要挨打了，竟然死皮赖脸的想躲在法律的保护下。那叫月月的销售主管，他哆哆嗦嗦地拿出手机，正要打电话，旁边一个汉子烦了，他举起钢管，狠狠砸在了月月的嘴上，没好气地骂他：“你还有脸报警啊？”月月的门牙直接被砸碎了，她吐出一大口血和碎牙，跟那缺了满口牙的查查一起倒在了地上。老公已经被吓傻了，他哆哆嗦嗦地看着我们，连忙双手合十，摆出恳求的姿态。他哭着说：“我不会报警，我什么都听你们的，求你们别打我。”闺蜜冷冷地看着她，我虚弱地跟闺蜜交代了这里的情况，她越听脸色越冰冷。一个汉子马上就明白了我闺蜜的意思，他拿起钢管，狠狠砸在了老公的裆部。他怒骂：“老子看你这第三条腿是别想要了！”就如我所说的那样，他今天会被打断第三条腿。老公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惨叫，他捂着裆部，痛苦的又哭又喊。闺蜜冷声说：“你们刚才想拍我姐们的照片是吗？行，你们真行。”刚动手的那个汉子嗤笑一下说：“哥几个，把他们衣服扒了，然后打开他们的微信，给通讯录里每一个人都发过去。”老公吓崩溃了，他哭着说：“你这是犯法的，你也要坐牢。”汉子耸了耸肩，无所谓地说：“没关系，弄完了你，我就去自首。”老公更急了，又对闺蜜哭着说：“你唆使别人这样做，你也要坐牢。”闺蜜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不同意他这样做，这是犯法的。”那汉子不耐烦地说：“老子乐意，老子就是看不惯这些杂碎，你是老板娘也没资格管我。”闺蜜叹了口气，小声说：“我劝过了，他不听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。”只见他拿出手机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电话打通后，他说：“我要报警，这里有人打起来了，你们快来，情况要控制不住了。”在闺蜜挂了电话后，那汉子一脚踹在了老公的脸上，把他踹倒在地，然后扒起了他们的衣服。这几个动手的人我认识，每次我去闺蜜厂里做客的时候，都没见过这几个人干活。他们本来就是混社会的，在我闺蜜厂里领着工资，天天打牌抽烟，不干正事。但闺蜜夫妇一直养着他们。我问过闺蜜为什么要养他们，她让我少打听。我只知道现在经济不好，工业区里很多家工厂的尾款变成了烂账，但是我闺蜜厂里没有出现过一笔烂账。老公被打得满脸是血，扒光了衣服，他刚才是怎么对我的，现在这群汉子就加倍奉还。闺蜜站起身，她瞥了一眼这些人，淡淡的说：“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，我只是来救我姐妹而已，这些事情和我无关。
我先带我姐妹出去，她和旁边没动手的人抱起了我，小心翼翼地把我抱出了房间。我在门外的走廊，看着屋内的老公被殴打、拍照、尖叫。这时，我想起了重要的事情，小声跟闺蜜说了一句。她惊讶地看着我：“你玩这么花，平时还跟姐们装是吧？”我着急了。我那是遇人不淑，而且我们当时已经结婚了。闺蜜翻了个白眼，然后进去拿起了老公的手机，用她那丑陋崩溃的人脸解锁了手机，接着回到我身边。她打开聊天记录，一边啧啧，一边删除了我的那些照片。她摇头晃脑地感慨：“平时真看不出来，连我都瞒着。”我好伤心，我崩溃地说：“我都这样了，你能不能别开我玩笑了？早知道我当初应该和你老公加个微信。”闺蜜随口说：“这样删除前还能先转发给我一份，算我求你了。”这真的不好笑。按照以往的相处惯例，都是闺蜜调皮一下，然后我就骂她。可她现在调皮，我骂不出口，因为我看着她的手上还带着血迹，那是被弹簧刀割破的伤口。她每一次滑动手机，都会在屏幕上留下血迹，用几下就要擦一擦屏幕。当她删除完了照片，我握住了她的手，呜咽着说：“我心疼。”闺蜜抽回手，翻了个白眼：“喂，你别整这出，心疼也要请我吃饭的。”我知道她一定也很疼，因为她说话也带着呜咽。我知道她想哭，但她还是努力说着调皮话，就怕我心情失落。救护车终于到了，闺蜜和我一起坐上了救护车。她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，消毒后，俯下身贴着我的耳朵，温柔地说：“你好好养伤，我会搞定那个贱男人。”警方很快就介入了调查。根据调查，这群团伙不止在一家月子中心活动，他们专门在各个月子中心和产后康复机构有据点，要么是开在楼上，要么是开在隔壁不远。随后，他们会派出一些女员工潜入这些月子中心和机构，表面是在这些店打工，其实是背地里出卖客户资料。因为这些店的会员老公都是很久不能碰老婆的人，在这些不法分子眼里，这就是挣钱的机会。我闺蜜这边没事，她算是来救我的，但是她带来的那些人都以一种很无所谓的态度去自首了，还说自己是弘扬正义，看不惯罪恶的风气。他们虽然进去了，但是闺蜜的厂里多出了几个女员工，要么是年轻女孩，要么是中老年妇女，全都包吃包住。据说这些人的工资很高。至于我的老公，他最惨，他再也不能传宗接代了。严格来说，他再也不能碰女人了。更严格一点来说，以后他上厕所再也不需要站着了。出了这档子事后，他还被单位开除了，亲戚朋友同学全都收到了他的照片。我很快就跟法庭起诉了离婚，因为证据确凿，再加上他是过错方，还曾打算和不法分子一起用暴力手段威胁我。法院很快就通过了离婚和财产分割，孩子的抚养权归我。这一切都是老公在监狱里的时候办的，他不只丢了工作和脸面，他还要为自己的种种行为入狱。我从法庭出来后，请闺蜜吃高级下午茶。闺蜜不肯让我动筷子，她非要先拍照，给自己的朋友圈凑9宫格，再配上美美的自拍和文案。她一边拍照，一边说：“你说你当初到底是怎么瞎了眼，看上这么一个斯文败类？”我叹气说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他一直伪装得很好，要不以后咱俩凑合凑合吧？”别，我爱我老公，是我老公的小宝女，这次的事情都多亏我老公安排得好。你自己找男人的眼光不行，别想让我陪你单着，我最多每个月陪你7天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7天。闺蜜咯咯直笑，拍完了照片，心满意足地吃起了小蛋糕。我感激地说：“这次的事情太谢谢你们了，财产已经分割好了，钱的事我会补偿。”什么钱的事？我听说了，那些新来的女员工工资很高，别人做一个零件3毛，他们做一个零件4毛5。哦，那个呀，你想听谎话还是实话？我说先听谎话吧。闺蜜哭唧唧地说：“
我损失可大了，你必须经常请我吃饭。我问，实话呢？闺蜜说，让他们老老实实上班，不剥削他们就好了呀。我就收个成本，等于没出钱。资本家，厂里缺人嘛，不剥削的那种。明天来上班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